居然和一个只见过一次面的人结婚了。姑奶奶，这个可是我在网站上充了1000块钱办的超级 VIP 才给推荐的高质量男性，你给我好好把握住机会。知道了，姐，我一定会好好对待他。这个狗男人居然敢背着淼淼出来见其他女人，先不跟你说了，他来了。哥哥，这又是哪位妹妹呀？怎么没有昨天的漂亮啊？喂，你哪来的贱女人？说什么呀你？妹妹，我们都这样了，你还不知道我们是什么关系吗？狗男女，不要脸！你是谁？这话应该我问你吧？真的不好意思啊，我认错人了，因为你那背影和我闺蜜男朋友实在太像了。你知道我为了今天推掉了多少工作吗？你不会以为你一句不好意思，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吗？真的是个意外嘛？要不然这样，你看你那边损失多少钱？只要在我能力范围之内，我一定赔给你。这个意外倒是帮我解脱了这无聊的相亲。他怎么看上去不是很聪明的样子？跟他结婚，说不定可以让裴云那个女人降低防备。只是不知他底细如何，看来得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结婚吧。啊？我身高183，不抽烟，无不良嗜好，在陆氏集团旗下陆氏珠宝工作，你可以考虑一下。陆氏集团，我愿意。我居然这么草率的就跟人领了证？你放心，等我应付完我爸那边，2年时间一到，我们可以立马离婚。行，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算扯平了。对了，我叫谢婉欣，你叫什么？这证都领完了，你才问我叫什么名字，会不会太晚了？你就不怕我是坏人？那还不是刚才也拉了臭流，我吓都吓死。哪能这个你叫什么？看好了，陆浩辰。那个既然证都领完了，那我就先走了。哎，拜拜。陆总，不是去西大兴接你吗？怎么来民政局了？这不抽空去领个证？什么证？结婚证。搞怪！死丫头，我好心给你介绍了高质量男性，就这样被你糟蹋了。姐，我真知道错了，我这什么玩意儿？好你个谢婉欣，为了搅和这个相亲，你还真是煞费苦心啊！我给你介绍个男人，我容你骂我？哎呀，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嘛。那你放心吧，我已经结婚了。你说什么？你疯了？这么轻易跟别人结了婚，万一他对你有所图谋怎么办？哎呀，这不是我搅黄了人家相亲，害他没办法跟家里交代嘛。而且，他是陆氏珠宝的员工，他还是陆氏的人，万一他发现你真实身份怎么办？你别忘了，你这次回国是为了找回杀害你爷爷的凶手，找回失落之心。你放心吧，我绝对不会暴露真实身份。进吧。既然我们已经是合法夫妻，那这个门禁和家门钥匙你也保管一份。谢谢啊。不对，你长得这么帅，而且还有房子，还有一份非常不错的工作，怎么会沦落到去相亲啊？哦，可能是因为我这套房子还有几十年贷款要还，目前还没遇到哪个女孩子愿意跟我吃苦。现在房价那么贵，有贷款吧也纯属正常。那些女孩只能跟你同甘，不能跟你同苦，那叫拜金女。你以前遇到的人都特别不好吧？还好。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你没事吧？没事。啊，我给你带来一套换洗衣服，你先去洗澡吧。谢谢啊。
你别吓我！你没事吧？我自己来就行。你放心，我一定会对你负责的。我闪婚嫁给这个男人，到底做的对吗？我身高183，不抽烟，无不良嗜好，在陆氏集团旗下陆氏珠宝工作。他还是陆氏的人，万一他发现你真实身份怎么办？别动。对了，一直忘了问你在陆氏是做什么的？什么？我一直忘了问你在陆氏是做什么的？让我猜猜看啊，以你的外形、穿着和身材来看，你是陆氏的小保镖，对不对？我就说嘛，我看人超准，对不对？有眼光。那老婆大人是做什么的？我是珠宝售货员。哦，珠宝售货员就是我知道，我知道。孙远星，你设计比赛准备怎么样了？啊？什么销售比赛？我怎么不知道？我闺蜜电话，我去接一下。姑奶奶喂，你小点声，我刚差点就暴露了。这有什么害怕的？他就是陆氏的一个小保镖，要是被他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他会有压力的。你不许给我说漏嘴，听到没？行，哎，说正事儿啊，明天比赛你准备的怎么样了？只有赢了比赛，你才有进陆氏的机会，这也是找到受禄之心的唯一线索。你放心吧，这幅作品虽然是我3年前的设计，但也是我最满意的一幅作品，我对它有信心。陆总，快把车开走！啊，开走！保养公司要经过的。该死！奇怪，这陆总跑来体验生活了。喂，祖宗，你出门没？我们得快点啊！小赵刚刚打电话说陆总已经快到了。我也没办法呀，他以为我今天休假，我只能等他出门再开始准备。先不说了，给我10分钟，马上到啊！陆总好。陆氏珠宝是国内最大的珠宝商，他们有不少国际顶级珠宝的一手资料。你只要赢了比赛，顺利入职陆氏，找到受禄之星，就不是难事了。放心吧，我一定找到失落之心，完成奶奶的遗愿。哎，帽子。忘了。听说这次大赛邀请到了瑞娜过来参赛。对，这个瑞娜还真是神秘人物，她拿了很多大赛的大奖，但是从来都没露过面。要是露面的话，也是以面杀示人。据说是为了保留普通人生活的空间。这不是国内首席珠宝设计大师朱韵然吗？听说这次来参加比赛都是国际知名顶尖设计师，要不我还是退出吧。他怎么来了？你认识他？上次那个巴黎国际设计大赛，你的手下败将朱韵然啊。原来是他。狗男女，不要脸！非常好，设计理念新颖，构架细致。是啊，这张设计图在这次比赛中水平是最棒的。谢谢评委们。请等一下，请问我的作品是有什么问题吗？设计图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你这个人。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评委老师的意思就是说你抄袭。请你把话说清楚，我怎么就抄袭了？这位小姐，你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
真要说出来的话，你今后怕是在设计界都混不下去了吧？是啊，人家老师不说是给你脸面，别不知好歹。这往年的设计比赛啊，来的都是一些高水准的设计师，就算偶尔有一些资质平平的，也不至于拿着抄来的作品来参赛吧？这个是我3年前就完成了的设计作品，我发誓我从来没有抄袭过别人。3年前，人家朱小姐可是在巴黎设计大赛上获得了银奖，那时候你怕是还不知道在哪儿吧？你的意思是，我抄袭他？尤其人家正主还在呢，以后抄袭也要动动脑子。哪里来的阿猫阿狗，敢抄我的作品？这不是国际著名的朱大设计师吗？认识就好，识趣一点，趁名声还没有烂透，拿着你抄袭的作品赶紧滚！保安，我看谁敢赶我们走！我们可是盛大师特意邀请前来参赛的。盛大师，你说的可是被誉为东方设计界的霸主的盛大师？没错。他说他们认识盛大师，吹牛机，说谎都不带打草稿的啊！谁不知道盛大师久居国外？那如果我5分钟之内能把盛大师叫来现场呢？如果你5分钟之内能把盛大师叫到现场来，那今天的比赛我认输。喂，盛大师，比赛现场出了点状况，麻烦你5分钟内来一趟。哎呀，看傻的装逼可太有意思了。那我们就给他5分钟的时间，看看他到底怎么被打脸。你怕是不知道盛大师和我们朱大设计师之间的关系吧？如果盛大师在国内，怎么可能连朱大设计师都不知道？别跟他费口舌了。我看这位小姐呢是初生牛犊不怕死，今天的事情要不就算了吧。这才是大设计师，瞧瞧这气度，这胸襟。你还愣在这里干什么？还不快滚！我再说一次，我真的没有抄袭。居然给脸不要脸，那你就别怪我不客气。保安，慢着，慢着！这位小姐是我请来的，我看你们谁敢叫她出去？这盛大师什么时候回来的呀？他不是成年旅去国外的吗？管他啥时候回来的，咱们跟他叫板，不是砸自己的饭碗吗？对。干爹，你怎么回来了？怎么没让我去接你啊？混账！有眼无珠的东西！干爹，干嘛打我呀？你刚回来不知道情况，是这女的抄袭我的作品。按照比赛规则，她根本没有资格参加比赛，我只是在照规则做事儿。你把我老盛的脸都丢尽了！你知道他是谁吗？盛大师，不必和他多费口舌。他刚才不是说我抄袭吗？行，那现在我就向大家证明一下，我到底有没有抄袭。你想怎么证明？大家请看，这个设计是我的每一份设计稿中都会涉及到的细节。就这个图，是个人都会说是自己画的。你们这些蠢货，睁大眼睛好好看看，它上面不仅单单是一幅图案，上面还有一枚指纹。搞了半天，有些人从3年前就开始抄袭了，还有脸在这倒打一耙，偷袭别人的作品来参加比赛，难道不觉得羞耻吗？你到底是谁？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这么没长进啊！手下败将。贱人，你胡说什么呢你？怎么？是之前巴黎珠宝设计场上我打败你打败的不够狠吗？难道是你？他竟然是瑞娜！她就是巴黎设计赏的冠军，被誉为国际金手指的瑞娜小姐。没错，就是她。这么高的气焰，我还以为有多大能耐呢。第2名，瑞娜，不就是偶然赢了我一次吗？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好了，我宣布今天的比赛获胜者是瑞娜小姐。像这种优秀人才，公子一定要成功签下。好的，陆总。不过，怎么瑞娜给我的感觉有点熟悉？浩辰，听说你小子结婚了，我这个当爹的竟然一点都不知道。我和你裴阿姨马上就到，带我们见见你的新媳妇儿。什么？马上到？
不好了，我爸要过来突击检查。什么？爸，你们这是弄哪出啊？陈呐，家里给你介绍了那么多对象，你怎么就找了这么一个小门小户的呀？这不是正合你意吗？哼，这种凤凰女啊，我见多了。多亏了你裴阿姨想到这个好办法，我们这可都是为你好啊。这个裴云生性多疑，公司内部资产已经快被他偷偷掏空了。看来我得抓紧把计划提上日程了。先吃水果，辛苦了。哟，这看起来还是男穿女貌的一对儿哈。天色也不早了，我们今天就住在这儿。这是哦，今天我先睡地板，等他们走了过后，你就可以回房间。不行，这是你房间，怎么能让你睡地上？你去睡床上去。那怎么行？别跟我争执了，你睡床，我睡地上。好的，你睡床，我睡地你板。哎呀，你别跟我固执了，你快你进睡床，我睡地板。你还是你睡床吧，我们别争了。文心，文心，没事吧？这是做梦了。没事，有我在，对吧？那个，不好意思啊，我刚做噩梦了，快去睡觉吧。你到了吗？知道了，知道了，我马上就到。瑞乐这种人才不可多得，今天我一定要亲自接待。完了，第一天入职就要迟到。抱歉，瑞娜，陆总今天临时有事，只能把事情托付给我。什么？我知道了，那个疯女人又开始作妖了。这边交给我吧，陆总。啊，没关系，可以理解。那我代表我们陆氏集团欢迎您的加入，合作愉快。合作愉快。我们公司呢，给您完全的自主权，您可以进行独立设计。但是公司这次有项重要任务想交给您，就是这次陆氏珠宝展。珠宝展？没错，这是一个慈善性质的假面珠宝拍卖展，并且呢，公司尤为看重，所以借助了失落之心来展览。希望您能够成为本次展会的主理人。失落之心？对，因为公司尤为看重，所以呢，陆总也会亲自出席。好，我知道了。消息已经确定下来了，没想到得来全不费工夫。回国前我还想上哪儿去找失落之心呢，没想到自己送上门来了。唉，可惜啊，只是借展，
拥有者甚至还拒绝透露姓名。没关系，慢慢来嘛。至少现在可以确认失落之心就在国内。你去把拍卖会要用的展品再擦一下。好的，瑞娜老师。瑞娜，你没事吧？不好意思啊。朱运然，你怎么会在这儿？现在公司连抄袭者都能混进来了吗？笑话，你也不看看我是谁？我是陆总他妈妈钦点的儿媳妇儿，未来的少奶奶。你说我进陆氏很奇怪吗？那看来他妈也真是老眼昏花呢。你这个贱人！我看你就是跟公司高层有勾结，所以才抢了我主理人的身份吧？没什么抢不抢的。公司是看中了我在海内外的名望，所以特地邀请我过来做主理人的。可能公司也是怕你搞砸了，丢人现眼吧。你这个贱人，看我不撕烂你的嘴！胡闹，居然在会场闹事！看我不撕烂你的嘴！朱设计师，当这么多人的面就想打人，怕是不太好吧？打你这个贱人怎么了？天天戴个面具，你装什么呢你？重申一次，你主理人的位置被替换，与我无关。与你无关？那和谁有关系？说，到底用的是什么手段？自己技不如人就血口喷人，朱设计师真是一手好牌打的稀烂。来人，把他请出去。刀爷真的有独当一面的能力。别碰我！放开我！放开我！陆总，陆太太把失落之心送去治疗吗？是吗？走，我去看看。好熟悉的背影。大家好，欢迎来到陆氏珠宝慈善拍卖会的现场。今天所有的拍品一经拍出，将全部捐赠于贫困山区的孩子们。陆氏集团将分毫不取。鉴于本场拍卖会的特殊性是纯属于公益性质，为了让大家把重点放在慈善公益本身上，而不是竞拍人身上，所以我们今天采取了假面拍卖会的形式，希望大家严格遵守，谢谢。孙蕊抢了我主理人的身份，还敢这样对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的。小姐，你没事吧？好戏开始了。那么接下来就有请我们今天的主理人瑞娜小姐，大家欢迎。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拍卖会的拍品。今天一共9套拍品，由8套陆氏集团典藏珍品以及1套我的个人作品构成，价高者得。如此天赋，难怪能从海内外一众优秀珠宝设计师中脱颖而出。这一小丫头片子，我看啊，一定是找了枪手，在国外混不下去了才回国的。我听说啊，瑞娜这次回国就是冲着失落之心去的，私底下找了许多人，恐怕有什么小秘密吧。相信大家都听说过失落之心，所以今天在拍卖会开始之前，让我们一睹失落之心的真容。终于能看到你了。怎么回事？失落之心不见了！瑞娜果然就冲着失落之心来的。怎么会这样？绝对是他，不然怎么会这么巧合？失落之心如此珍贵，怎么可能轻易会被人偷走？不是他是谁？而且事发的时候就他离得最近，我看呐，他就是那个窃贼。没错，没错，小偷就是。各位稍安勿躁。瑞娜，陆浩辰，希望我的大礼你能满意，好戏还在后头呢。各位宾客，冒犯了，安保。
陆总，你这是什么意思？难不成怀疑是我们？是谁偷的不是很清楚了吗？难道还需要查吗？事发的时候就瑞娜离得最近了。是，我是离他最近，而且我也确实想要得到失落之心，但我不会做这种监守自盗的事儿。话都让你说了去，哪有小偷会承认自己是小偷啊？够了，没有任何证据的话都是污蔑。事发的时候，所有人都在现场，你们每一个人都有嫌疑。既然大家最怀疑的人是我，那我愿意第一个接受检查。现在不是自证清白的时候，一旦你开始自证，他们就会将矛头指向公司，这样不光是你，对公司也会有影响。我们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将所有人控制在会场，以防失落之心被带出去。这样，你先回休息室好好休息，以防再生口舌，剩下的交给我。各位宾客，那我们开始吧。灯灭的时间那么短，而且现场安保又那么严密，偷失落之心的人到底是怎么做到的？电话响。喂？什么？陆总，已经是最后一批人了，一点线索都没有。把今天工作人员名单给我。好。你确定你有失落之心的消息？瑞娜小姐这话问的，信不信由你。只要你10分钟之内赶到天台，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看来此事确有蹊跷，一定有诈。事到如今，也只能冒险了。我已经到了，你在哪儿？今天的侍酒师都是女生吗？是的，一共9位。不好意思，陆总，您没事吧？我给您擦擦。这种稀世珍宝可算是落到我手上了。陆浩辰，我就是要告诉你，抢了我的市场份额，你就得付出代价。来信。拜总，人已经抓到了。好，我们去看。你们到底是谁？为什么抓我？你们想干嘛？丽娜小姐，我劝你呀，死了这条心吧，啊，要不然待会儿要是掉个手指头什么的，你这金手指的称号保不保得住？哥几个可不知道喽。敢？不敢？你试一试，就知道我们敢不敢啊？对嘛，这才乖嘛！你放心，我们呀不会动你的啊。琳达小姐别担心，我们为你找的地方，绝对所有人都找不到。看来他们提前谋划好了周全的计划，是有备而来的。现在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把幕后的主使者引出来。你不是的吗？滚开！这可由不得你。来真的这么用力，等我找到幕后主使者是谁，你们就死定了。让我们来看看你的庐山真面目，顺便拍几张照片给我们老大。你也知道我是首席设计师，我的设计图纸很值钱的。我们做个交易，你开个条件，什
条件我都答应你。你再财大气粗，有我们派。你再他妈给我乱说话，我把你嘴给堵起来！该死，差点就成功了。去，把他嘴给我封起来。什么嘛？他说错话，你封他的嘴啊！我没说错，干嘛封我的？而且好端端的把我绑过来，我多说几句话怎么了嘛？真是不让人。他妈的，敢咬我！装死是吧？走开啊！瑞娜，瑞娜，你醒醒。怎么样？说，谁派你们来的？没人派我们来。没人。我说，我老大在里面呢。算你识相。小心！去死！不小心！怎么样？没事。愣着干什么？追啊！不用追了，他们这样做无非就是拖延我们寻找失落之心的时间。眼下你们受伤了，才是最关键的。我跟你说过多少次啊？不要碰他！啊？为什么要把他打晕？啊？为什么要把他打晕？不是我老板。真的跟你说过，我说你碰他，把我话当耳旁风是吗？啊？把我话当耳旁风是吗？不是，不用说那么多，自己注意罚。既然你想玩，那我就奉陪到底。他们没对你做什么吧？我没事。陆总，谢谢你，今天多亏了你了。没事就好。奖赏的倒计时让我们又回到零点。陆总怎么长得和陆浩辰一模一样？陆总，陆浩辰，该不会真的这么巧吧？怎么会有两个长得这么像的人？看够了吗？我问你看够了吗？谁看你了？陆总，有个问题，我不知道该不该问。什么？您骑共享单车吗？你说呢？没错，举止打扮都大相径庭，肯定就是巧合嘛。应该不可能，对，绝对不可能。对了，陆总，你今天是怎么发现我被抓到这儿的？眼下失落之心在公司拍卖会现场被盗，瑞娜也不见了踪影。难道真的是他偷走了失落之心？去把监控调出来，我要知道瑞娜全部行踪。奇怪，我的手帕怎么会被留在这里？糟糕，他出事了！孺子可教也。那你呢？有发现什么新的线索吗？关于失落之心的线索倒是没查到，反倒是发现了一件蹊跷的事儿。
我听到绑匪打电话的时候，对面的声音，我觉得那个声音好像特别熟悉，感觉似曾相识。但最奇怪的是什么？绑匪好像对我面具之下的真容很感兴趣，真是奇怪。我这刚回国不久，怎么这么快就有人盯上我了？你仔细回忆一下，你在国外的时候有没有结过什么仇人？这怎么可能？我一向和与人为善的好吗？啊！我倒是挺好奇，你面具底下到底是什么样子？你这么八卦干嘛？我面具下面是隐私，我之所以戴着面具，还不是怕你们被我的惊世美貌所吸引，从而忽略我的才华，所以我才一直戴着面具。好，天色不早了，我送你回家吧。这要是被陆浩辰给撞见，总裁送我回家，这就解释不清了。不用，我自己走回去就行。谢谢陆总啊，今天。你都不知道他用了多大的力打了我一巴掌。我本来只是想看看能不能引出幕后真凶，谁知道他真的结结实实、对的打了我一巴掌。你不知道那个瞬间，我觉得我自己都快脑震荡了。是啊，那时候不说了，那谁回来了啊？拜拜。回来了。你回来了。你在玩 cosplay 啊 ？cos 猪头。你说谁猪头的呀？说我是猪头，你给我解释解释，谁是猪头？你敷一下。谢谢啊。话说你怎么肿成这样？你受伤了？没有啊，我智齿发炎了。猪也会长智齿？你逗你的，赶紧冰敷一下，不然明天上班怎么见人？知道了，烦死了，动不知道。弄丢失落之心的人还敢来公司？哦，我知道了，不愧是有手的女人。我现在没心情跟你闹，闪开！哎，你还不承认？你弄丢的可是失落之心，要是没有用见不得人的手段，老板怎么可能不怪罪你呀？你这个狐狸精！自讨苦吃。你想干什么？你现在知道怕了？戴总，你知不知道他有多过分？这次参加比赛，他连和其他人一起欺负我。说够了吗？戴总，说够了就闭嘴。可是瑞娜真的很过分，明明是他弄丢了失落之心，我说他几句，他就用胶布来粘我的嘴。你再这么说下去的话，我也会拿胶布粘你的嘴。戴总，你之前不是说过您和我是站在一边的吗？还说以后有什么麻烦就来找您。我现在只希望你能帮我出口气。我让你不要去碰琳娜的时候，你是怎么做的？还有，我们两个不是站在一边的。你帮我去拿陆氏的资料，我帮你拿到你想要的，仅此而已。
我最后再警告你一次，如果你再去碰他，后果自负。滚出去！滚出去！来，帮我约一下瑞娜小姐的工作室，就说我有生意要谈。来了。淼淼，瑞娜，二生学长。真没想到啊，回国以后还能看见你跟淼淼学妹。是啊，自从回国以后，我们应该3年没见了。是啊，哎，学长现在的生意貌似做得挺不错呀，西装看上去挺贵的啊。淼淼学妹说笑了啊，瑞娜，不知道最近有没有时间可以赏脸，我们还有淼淼一起吃个饭，我还有几笔生意想跟你谈。哟，还要带上我啊？算了吧，我啊就不去当电灯泡了。行，那有时间咱们聚，3个人一起。好，都听你的。刘太太，关于失落之心丢失一事，请您相信我，我们一定会负责到底。负责？你拿什么负责？你知道那块珠宝价值多少吗？慢着，拜先生，刘太太，我呢跟瑞娜小姐还有陆先生也算是旧识，能不能卖我一个面子？这我知道刘太太您是心疼失落之心被盗，这种心情我特别能理解，但是能不能卖我一个面子，我们好好谈一谈。行吧，那就给白先生一个面子。刘太太，我们这次过来是抱着解决问题的心态过来找您的。失落之心被劫，我们深表遗憾，但是目前我们已经掌握了些许线索，相信很快就会水落石出。刘太太，真的很抱歉。陆总，瑞娜小姐，你们怎么会理解我的心情呢？这条项链是我先生留给我的唯一的念想呢。当年他可是花高价钱从一个私人收藏家手中把这条项链带了回来。你们一句抱歉，难道就能解决事情吗？刘太太，请您相信我们，我们一定会尽快把失落之心找回来的。就算找回来又有什么用？我的公司正在参加第2次融资，正好缺1个亿的资金。本想着把失落之心拿出去做抵押，可现在失落之心丢了。1个亿，就算是我将项链直接拍下。刘太太，您觉得如何？难得陆总这么爽快，那我就勉为其难的把项链卖给你们。我先去找我的助理做一下合同，你们先坐一下。陆总，他要1个亿，简直就是狮子大开口，你怎么能答应他？早就听闻刘太太不达目的会不择手段，这算是少一些口头之争罢了。陆总，您放心，我一定会尽快把失落之心找回来，不会让你的钱白花的。今天真是麻烦白总了。举手之劳，陆总。有事儿的话你就先回，我一定会把瑞娜安全的送回去的。先走了。哎，小心！没事吧？陆总，有事你就先回，这儿有我呢。看什么？心情不好？没有，
这个有点累。带你去个地方，到了你们就来了。谢谢。哎呀，记得以前在国外的时候啊，你说心情不好的时候最喜欢看江景，怎么样？现在看到了，心情好了吗？原来你还记得啊？不过那时候年纪小嘛，矫情。现在早不这样。是吗？那你就当出来放松一下心情。想什么呢？没事，学长，我不冷，这衣服你自己穿就好。要不然我们还是回去吧。好，依你。衣服还是披一下吧，冷。谢谢啊。回来了。哦，你今天又是在玩什么新花样啊？这在 cos 鸵鸟，对不对？哎，你别碰我！我里口想看着爹，我冷，不行吗？空调没开啊，你冷回卧室休息啊。别动我！奇奇怪怪的，哎，这儿怎么会有一件西装呢？你别管我，这是我们公司发的工服。你们公司工服发男装啊？你别管我了，你回去睡觉去。行吧，那我回去休息了，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去！你早点休息吧。啊！陆总，怎么样？有进展吗？事情有点眉目。这段时间，刘太太与拜氏集团的拜总联系十分频繁。刘太太公司不至于落魄到融资需要用一条项链去做抵押呀？是有蹊跷，继续查。好。啊，对了，冯董那边还是不愿意将股份让渡吗？可能有些困难。约他在餐厅见面，就说我这有一个供你的方案。好，我这就去办。学长，昨天的事谢谢你，衣服已经洗干净了。其实不用那么麻烦的，瑞娜，关于失落之心，我有一些线索。是吗？我已经派手下人去查了，只不过呢，在你回国之前，我就有所耳闻，你一直在寻找这条项链，这是为什么呀？这条项链对你来说很重要？它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这是我奶奶的遗愿。只有将失落之心找回来，再将它与我手中的主石相结合，这才是完整的失落之心。只可惜，主石？现在的失落之心并不是完整的，它的主石正在我手上。我奶奶临终前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一定要把失落之心找回来。瑞娜，我可以帮你。谢谢学长，咱不麻烦你了，我自己可以查。瑞娜，你怎么总是不信任我呢？凭我现在在国内的势力，我完全可以非常轻松的帮你找到失落之心的线索。学长，我相信您的实力，不过你不用为我做这么多，我没有什么可以回报的。你不需要回报我，只要你愿意跳槽到我们公司，成为我们公司旗下的设计师，别管是什么失落之心还是什么其他的，你想要的我通通都可以给你。不好意思，学长，我先去处理一下。喂，失落之心还有一块主石，你先去给我查，
各大银行的保险柜，有消息了立刻告诉我。来，冯博，看看这个，这已经是我能拿出的最大诚意了。如果您愿意将2%的陆氏股票转让于我，我保证事成之后，您在陆氏集团的部分不会被清算，并且还能继续在陆氏做事。小陆总，你又有什么把握？我一定会把股票卖给你的。你给的价钱既没有裴云的高，也没有其他竞争对手的高。我如果把股票卖给你，我岂不是亏了？怎么会亏呢，冯博？来，看看这个，再考虑答不答应。我查过陆氏近几年的账，您近几年捞了不少油水吧？光这些油水都足够您安享晚年了。但是如果你愿意将这些股票转让于我，这件事我就当没发生过。但是如果你不愿意，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你这样吧，我给您一个单独思考的时间，您好好考虑一下。我去趟洗手间，失陪。他怎么会在这儿？也算了却了一桩大事。哎，奇怪，这陆总怎么还没有回来？不会是掉厕所里了吧？糟糕，怎么会在这儿遇到谢婉欣？穿成这样，待会儿出去了不就露馅了吗？啊，不行，绝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冯博还在保险里等着，又不能铤而走险的出去。啊，该怎么办啊？怎么一到关键时刻就掉链子？这得等到什么时候？你好。你别先过来啊！先生，你需要什么帮助吗？请您冷静一点。这些钱统统给你，衣服借我穿。啊？这样应该就可以了吧？不要转头，不要转头，不要发现我了，不要发现我了！糟糕，陆浩辰怎么会在这儿？怎么突然有一种出轨被抓的感觉？不行，一定不能让他和拜学长见到面。浩辰。你怎么会在这儿啊？啊，好巧啊！你怎么也会在这儿？我之前不跟你说过了吗？我们商场举办了珠宝销售大赛，我们柜台拿了第1名，老板他高兴吗？是吗？就请我们来这个地方吃饭。啊，就是这样。那你呢？怎么会在这儿？我啊，
哦，我们公司最近事情有点少，我就想着做兼职补贴家用。这样，行，你去忙，我同事还等我呢。啊，那你也快回去，别让同事等太久了。我等一下还要去后厨端菜呢。好，那。哦，对了，晚上我会早点回家的。好，那我去了。好。唉，终究还是被发现了，我得赶紧把衣服换回去，回包厢，赶紧走人。哎，你是新来的员工吧？之前怎么没见过你呢？18806号，王奎明，原来是你呀！主厨在后厨等你很久了，等你上菜的。你在这冷不鱼来了，走，赶紧的，今天晚上人多，别让客人等急了。怎么样？衣服洗干净了？洗干净了。那个学长，要不我们换一家餐厅吃饭？怎么了？你不喜欢这家餐厅啊？也不是不喜欢，我就是觉得等菜等太久了。好，依你。好，走。二位，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先别急着走，然后你们的菜马上就上来了。上菜吧，别磨叽，赶紧的。哎，该死，我居然在这儿做这种事啊！我一定得想个办法提早离开，要是真让他们俩遇上了，就麻烦了。那个学长，要不我们再换一家？糟糕了！瑞娜，你怎么了？学长，我突然想喝楼下那家奶茶店的奶茶，要不你帮我买一杯呗？可以。学长，走这边，这边请。好巧。是啊，好巧。那您先慢用，我出去吧。去吧，去忙吧。王星，你怎么出来了？奶茶买好了。学长，我们还是换一家餐厅吃饭吧。我现在有一家特别想吃的餐厅，我们走吧。走。当当，来，陆氏秘制豪华面，尝尝看。真不错。没想到你去餐厅打工还能偷师呢。是，我还是学了蛮多的，回头慢慢做给你吃。好。这么晚的会是谁啊？该不会是推销保健品的吧？那也不会这么晚呀。看看。怎么是你们？这陆家的继承人，陆氏珠宝的总裁，怎么就住这种地方啊？那是来体验生活的吗？裴阿姨，您来了。怎么是你？那天那个丑女人。呀哥，这是哪位妹妹呀？怎么没有昨天那位漂亮啊？你哪来的贱女人？说什么呀你？婉欣啊，你认识韵然？那我就不再给你们介绍了。浩辰啊，这个是韵然，你们以前相过亲的，妈妈可喜欢她了。可惜啊，没有做成我们陆家的儿媳妇。不过你们年轻人做做朋友也是不错的吧？阿姨，之前和谢小姐有过一面之缘，要不是谢小姐，可能现在在这个屋子里的人啊，就是我了。算了，不说之前的事情了。
好久不见，陆总。叫我浩辰就好。真的可以吗，浩辰？你自己随便做吧。朴阿姨，您能到厨房帮我切水果吗？说吧，你到底想做什么？我想干什么？我不过是想拿回我自己的东西罢了。你自己的东西啊？这儿怎么会有？浩辰，别装了。冯伯卖狗饭的事我都知道了，难道你敢说这一切不是你做的吗？说做到底怎么样？裴阿姨，我奉劝你一句，不是你的东西啊，你最好别碰，否则别怪我不客气。赶紧带那个女人从我家滚出去！你家？你倒真把这个破地方当成你家了啊！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假结婚的事骗得了你爸，可骗不了我。我倒要看看你在你爸谢婉欣面前到底要演多久。就你这样不懂打扮、看上去平平无奇的女人，怎么能嫁给浩辰？不是吧？陆浩辰不就一个普通小保镖吗？平常还得出去兼职补贴家用。朱月然再不济也是一个珠宝设计师啊，为了一个普通职员要来跟我辞境，这世界真是疯了！喂，谢婉欣，你怎么不说话呀？怎么被我戳中心虚了？我就说当时我相亲的时候，你怎么跑出来插一脚？你一定是故意的，对不对？你小说看多了吧？你以为我在这儿跟你演偶像剧呢？我那是巧合，巧合！贱人，你不要再说了！你一定惧浩辰陆氏。玩什么呢？你一定惧浩辰陆氏。玩什么呢？这么开心？没什么，浩辰，我和谢小姐在聊我们当时相亲的事情。是啊，朱小姐还真是挺有趣。时间不早了，朱小姐，您跟裴阿姨还是早点回去吧。浩辰啊，时间是不早了，但是现在出去也不安全的，要不你送送我们吧？婉欣不会不同意吧？当然不会啊，这么晚你们两个人回去确实不安全。浩辰送他们。好，那我等一下帮你叫车。叫车？当然啊，这大晚上的，难不成让他骑共享单车送你回去啊？对吧，浩辰？好了好了，赶紧走吧，一会儿太晚就没车了。拜拜，裴阿姨。浩辰，现在啊，最缺像你这样低调行事的人了。就算是陆家的继承人，但是呢，也很低调，和那些纨绔子弟完全不一样。闭嘴！浩辰，别这么叫我，裴阿姨，你们两个以后少在我面前话，否则后果自负。还有你，我们之前虽然相过亲，但我们的关系也仅仅只是停留在相亲上而已，懂吗？浩辰，可是你刚刚在上面……刚刚是刚刚，你以后少在我面前当显眼包。我觉得你是我们陆氏集团天元设计师是吧？你胆敢在婉欣面前透露半个我身份的字，你以后永远在设计界抬不起头来。开车。陆浩辰，这大晚上的，难道你真的要把我们丢在马路上吗？这大晚上的，难道你真的要把我们丢在马路上吗？看到爸的份上，我把你们送到警察局门口。你们要是再打不到车，就进去找警察叔叔帮忙。走。哎，浩辰，这么晚，我们到哪儿去要车呀？哎，一定是谢婉欣那个贱人教唆浩辰这样对我们的，真是太过分了。哎，这么晚了，我们去哪儿打车嘛？就是个冥顽不灵的主，这倒符合他的风格。但是现在重要的是，我们得找一辆车回去啊！这么晚了，你这么偏，我根本打不到车。难道我们真的要去警局？对了，你们俩大半夜的找我说有事儿，就是让我来接你们是吗？赖总，我真的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别废话了，上车。好。陆总，瑞娜小姐到。瑞娜，走。
陆总，是有失落之心的消息了吗？失落之心的事情我们暂时先放一下。现在公司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想指派给你。是这样，下个月呢，在汇城会举办一场全国性的珠宝设计大赛，我希望你能够代表我们公司去参加。可这个比赛周期很长，一旦参加，目前我手上的工作都会受到影响。况且，失落之心目前也还没有没。这些都不是你应该去担心的问题。失落之心呢，我们公司一直在跟进，在调查。你们工作室那边呢，我们也会多派几个人去帮忙。现在我们需要的是你全心全意的把心思放在这次的设计比赛上，因为这次比赛对我们公司而言很重要。一旦拿下金奖，公司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那好吧，我会尽力。谢谢。陆浩辰是我的竞争对手，我想要把他拉下台，这非常合理。可是我不知道这对于裴阿姨来讲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她可是你的继子啊。继子又怎么样？那陆氏早晚还不是得到他手上，到时候我还不是一无所有。一定得趁他现在还不成气候的时候，彻底将他打倒。我曾就有所耳闻，陆氏集团陆董事的夫人温婉有礼，心地善良。今日一看，大相径庭啊！哎呀，那善良能当饭吃吗？还不是钱和权来的重要，不是吧？你们刚才说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呀？什么？陆浩辰已经偷偷隐婚了？一字不假，而且那女的在他心里还挺重要的，他还刻意隐瞒了她是继承人的身份。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消息，而且这在未来有可能成为陆浩辰的一个软肋。既然我们想要把他拉下台，就要一击即中。作为回报，我可以给你一个你想要的。下个月我要去汇城参加珠宝设计大赛，我需要一个名额，而且这一次我一定会成功。简单，到时候我会把邀请函送到你的手上。敌人的敌人嘛，就是朋友。那祝我们合作愉快，干杯！我回来了。你今天在 cos 什么？丐帮帮主吗？能不能别烦我呀？我都快愁死了！怎么了？工作上遇到瓶颈了？何止是瓶颈，这简直就是我职业生涯的滑铁卢！什么东西这么困难啊？我看看。哎，这是珠宝设计稿吗？说怎么这么快？我又要开始编理由了。哎，你不是卖珠宝的吗？怎么开始设计珠宝了？就和你之前在餐厅一样，这是兼职啊，兼职。这样啊，那期待你的佳作，我们吃饭吧。我希望整体的设计是可以融入模特的。虽然说珠宝是最重要的，但是我更在乎的是珠宝与佩戴者是否能够融入一体。在这样的基础上，如果能再加入一点我的个人风格，那就更好。我觉得你可以这样啊。如果你想它整个看上去更和谐的话，我是觉得这个主食的。因为它如果太大会显得有点本末倒置。你真的只是陆氏的一个小保镖吗？我只是在上学的时候有学过一点点美术。还有就是你的个人风格，我觉得。大功告成，这初稿看起来还挺不错的，谢谢今天的建议。哪有？我只是提了一点点小小的意见罢了。这关键的创意还是得靠你自己。你就别谦虚了，我先把初稿发给甲方看一看，要是后期有什么不合适的，我再改。好。
头怎么了？摔到了？要断了。啊！不好意思啊，你没事吧？啊，没事了。啊，对了，你刚刚不是要把设计稿给老板吗？快去吧。啊，那我先去发啊。你要是有什么不舒服的，你第一时间跟我讲。嗯，好，去吧。一定是我头撞昏了。哦，对了，去惠城的机票订了吗？放心吧，陆总，都安排好了。你怎么在这里？浩辰，你这么叫我，这是在公司，你知道该怎么叫？陆总，我这次来是有一事相求。我拿到了珠宝大赛的参赛资格，而且设计稿也准备好了，就是在主事寻找路上出了一些困难，你能不能帮帮我？既然是你自己主动参加的比赛，那么设计稿和主事材料都应该由你自己去解决，而不是找我。可是，如果在比赛上拿下金奖，那对公司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呀。公司已经安排瑞娜去参加比赛了，就这种设计的博弈上，她的胜算是远高于你的。既然有了这种保证，为什么还为了你额外支出费用呢？可是我是个商人，不是慈善家，这种对公司没有意义的事，公司是不会做的。还有，以后你不要来公司找我。小赵，送客。陆总，陆总，明明主事材料对他来说就是轻而易举，连这种小事都不肯帮忙，他真的是冷血又薄情。哟，眼睛这么红，谁把你怎么了又？怎么又是你？不要一天到晚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你有病吧？谁在你眼前晃来晃去了？我是来找陆总拿主食原料的，真是懒得理你姐忙着呢。主食材料，明明都是公司旗下的设计师，为什么瑞娜要主食材料就轻而易举，而我还要放下身段来求你？既然你对我不仁，就别怪我对你不义了。这个陆浩辰可真是太过分了，怎么能区别对待呢？这不论是谁拿的金奖，对陆家来说都是好事嘛。所以我说呀，这名和利可比男人重要多了。这次比赛你一定要打败瑞拉，拿到金奖，让所有的人都对你刮目相看，从此不会再小看你。可是我的对手是瑞娜，虽然我不想承认，但她的确挺厉害的。况且我连主材料都还没找到。哎呀，这个简单，手拿过来。这是什么？这可是好东西，你把这个放在瑞拉珠宝莫代的化妆品里，到时候大名鼎鼎的瑞拉输了，就一定会对陆氏珠宝和陆浩辰造成一个不小的影响，而你自然而然就成了全场的焦点。可是万一出了什么事儿怎么办？万一模特的脸毁了，那可是犯法的。哎呀，你放心，这个药膏只会引起过敏，只会让模特短时间内上不了台，不会毁容的。这个可是你赢的唯一机会，你要好好考虑一下。瑞娜设计师，模特服装已经到会场了，我们去看看吧。好，走吧，去看看。瑞娜，我一定要让你出尽洋相，我看你这次拿什么跟我争！谢万幸。
这次金奖一定是我的。精神状况不太正常。你怎么在这儿？这话应该我问你吧？前面这有休息室，你怎么在这儿？我是来参加比赛的，不行吗？既然是来参加比赛的，那还有空在这闲逛？祝你好运，手下败将。我一定会打败你的！我一定会打败你的！他还真是不经灯。哎呀，我就想不明白了，他竟然还敢在你面前晃来晃去的，也不知道躲远点儿。是啊，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想。不对，我觉得有点奇怪。好啦好啦，待会儿大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呢先给模特小姐上妆，不然待会儿来不及了。好。化妆老师，腮红不要太重，主要凸显她的骨骼立体感就好。彩妆部分尽量不要用太多色彩。我刚刚提的那几点一定要多加注意。这是咱们陆氏第一次承办这种规模的比赛，所以一定要避免错误的发生。你等一下再派人去检查一下各种细则。好的，陆总。啊，对了，瑞娜那边一定要特别注意。好。陆先生，够巧的，你也在这儿。拜先生，挺巧啊。像这种全国性的大赛，一定要来观摩。也可以学习一下其他公司的优秀设计，譬如陆氏的设计。哪里，拜先生有心了。陆总，不好了，出事了！什么？好的，谢谢我们的3号选手和他的模特，相信他们应该能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接下来即将登场的是著名的天才珠宝设计师瑞娜和她的作品《我》，让我们欢迎他们上场。怎么回事啊？这么久了还不上台，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不会又是临时丢链子吧？听说上次瑞娜在陆氏的第一次珠宝拍卖会上就弄丢了失落之心，该不会是旧事重演吧？弄丢了失落之心？哎，怎么你还不知道啊？传得满城风雨的，听说陆氏珠宝的老板花了大价钱才把这消息压了下去。各位记者和观众朋友，大家先不要着急。怎么办？好端端的怎么会突然过敏？依我看也不像是过敏，不过一时半会儿应该好不了了。现在如果换模特的话，还来得及吗？不行，这条项链本来就是为他量身定制的，而且现在也没有合适的人选。不过他现在肿成这样子，确实没办法上台。苗苗，把我包拿来。好。到底还开不开始了？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啊！是啊，这么久都还没上台，我看他是弃权的吧？这可是比赛，要是不敢上就别上呀！让我们等他这么久，对其他人来说一点也不公平。大家稍安勿躁。不愧是瑞娜。很抱歉让大家久等了。接下来请容许我介绍一下我的作品。我作品的名称叫做《我》。其实在作品创作的初期，我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和瓶颈，因为我总是苛求自己创作出一个所谓惊艳、所谓不平凡的作品，所以我时常推翻自己，自我否定，到最后陷入了自我怀疑当中。但后来的一个瞬间，我明白了，作品的本身是衬托人，而且定义美的权利是在自己，而不是靠别人赋予。今天我们的模特戴上了面具，将她的脸遮掩了起来，大家的目光
也都聚集到了这条项链上。我想告诉大家的是，珠宝不再是富商、名流、明星模特的专属，而是成为每一个女孩子完成公主梦的媒介。我希望我的作品让每个女孩子能够实现美，成为美。谢谢。你可以从这儿入手，然后怎么会？瑞娜，恭喜你顺利拿下金奖！苗苗，谢谢你，这次有你一半的功劳，所以这次金奖也有你的份儿。陆总，这次也谢谢你啊，多亏有你，我才能拿到那块原石，简直太绝了。举手之劳而已。哎呀，瑞娜，幸好你这次机灵，想到用面纱把模特脸遮住，不然这次真完蛋了。话说这模特为什么突然肿成这样子？是不是碰到什么脏东西了？我问过他了，他今天也没有吃会让自己过敏的食物。这事儿实在是太蹊跷了。这件事我会安排人去调查的。瑞娜，你可以从这儿入手，然后怎么了？啊，没事，再次恭喜你。你怎么突然打我？做错了什么呀？钟依然，我有没有跟你说过不让你去碰瑞娜？你把我话当耳旁风了是吗？海总，我没有再去碰过她了。你没有。比赛的时候，瑞娜的模特突然过敏了，这件事情不是你做的吗？你不要以为你在做什么我不知道，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没有，不是我，是裴云教唆我去的。我忍耐是有限度的，我不管是谁这样做的，下次再出现这样的事情，我先拿你开刀。你们一个个凭什么眼里只有瑞娜？既然这样，那我就更要报复她了。只有看到你们痛苦，我才会幸福。瑞娜设计的珠宝怎么会和婉欣的手稿一模一样？难道是巧合吗？可是重合度怎么会这么高？我回来了。回来了。我跟你说，你之前帮我找灵感那设计稿，甲方通过了，因此我还获得了一笔不小的奖金。是吗？啊，哎，方便问一下这次的甲方是谁吗？我甲方，我不太清楚哎，应该是某个珠宝设计公司，我不知道，我没详细问。难道瑞娜的那份设计稿是找枪手代画的？应该不可能啊！瑞娜再不济，也不需要找枪手代画吧？可参赛的那条项链和设计稿的确是一模一样。哎，想什么呢？啊，没有啊，啊，恭喜啊！这次呢，应该感谢的人是你才对。不如这样，我们出去买点菜，做点好吃的。走，换衣服。哦，对了，我还有个问题想问你一下。你问。你现在在给人当枪手吗？哦。啊，我的意思是，你现在的作品很抢手吗？你说的是我的兼职？我也不知道抢不抢手，不过甲方那边是通过了。快不说这个了，换衣服去，一会儿出去买菜。快！不可能，不可能！我这几天应该是累昏头了。
如果瑞娜真的是请了枪手来帮忙画设计图稿，那她之前的作品又是怎么回事？我该怎么处理啊？怎么了？怎么这么不小心？这伤口不浅，你过来，我帮你包扎一下。没事，小过来，不用处理了。你乖乖坐好，在这等我。不用啊。收，收。OK 了，这几天伤口不要碰水，那边的菜我来洗就好。这么快？快不好吗？我不是这意思。行了，你在这乖乖坐着，我过去把菜炒一下，我们就能吃饭了。陆总，瑞娜模特过敏的事情有眉目了，设计比赛的监控已经拿到了。快来给我看看。好。瑞娜，吓死人了！你懂不懂礼貌啊？不知道进门前先敲门吗？我看没礼貌的人是你吧？我进你办公室还知道挑着你在的时候进，那你呢？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你可别装傻了，现在处处都是监控，你做坏事的时候就不知道避着点儿。就算是我做的，那又怎样？我只是想让你尝尝我的感受罢了。不要以为你背后有陆总帮忙就可以为所欲为。像你这样用身体上位的人，又能高尚到哪儿去？你在胡说什么？谁用身体上位了？哎，你别装了，你弄丢失落之心，陆总不仅没有怪你，还让你参加全国性的设计比赛。你说你俩没关系，谁相信呀？你再瞎说一句，给我试试！我如今所获得的所有成就，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得来的，绝对没有走过半分捷径。别骗你自己了。你说你和陆总没关系，那他为什么这么偏袒你啊？哦，忘了告诉你了，死了这条心吧。陆总呢，已经结婚了，你就是个小三儿罢了。我算是看明白了，你这种人自己技不如人，还靠着踩低他人来抬高自己，就你，我才不屑与你为伍。最后再告诉你一遍，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我不想与你有瓜葛。陆总，啊，怎么了？第3次了，你已经第3次了，我求求您了。你已经第3次把名字写成谢婉星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要不你再打印一份，我重新签，事不过3。好。哎，小赵。什么是喜欢？啊？我问你，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感觉啊？喜欢嘛，很简单的，就是无论你吃饭、工作、睡觉的时候，你都会想起他，无时无刻的脑子里啊都会出现他的名字。你懂得还挺多的嘛。那你知道怎么追女孩吗？追女孩子嘛，更简单的呀，你要用心去迎合她的喜好，去带她吃饭，去带她吃好吃的。等忙完这段时间，给你放个长假，带薪。谢谢陆总。你来我这儿发什么疯啊？
你要再这么疯我，让人滚出去！白总，我求你了，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白总。你还有脸来找我呀？我让你不要碰瑞娜的时候，你怎么做的？你听了吗？你现在知道来找我了，让人从公司赶出来了，该交违约金了，你来找我了。我求求你了，我以后一定不会再犯了。白总，我求求你，快帮帮我！既然你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白总，这是什么？你把这个窃听器安到陆浩辰的办公室，事成之后，你的违约金我替你付。谢谢白总，谢谢白总。陆总，已经重新打印好了，您看一下有没有问题？如果没问题的话，就签字吧。哎，小赵，如果我要追一个女孩，我是不是在这之前应该跟她坦白我跟她隐瞒的事？陆总，您要出轨啊？你瞎说什么呢？那是谢小姐。不容易啊，陆总，您总算是开窍了。这每天在办公室里啊，听您念叨着谢小姐，我看着都急。去，你要是不能给我提供帮助，就别在这打岔。陆总，我身为您的助手，肯定是要为您排忧解难的。这首先第一步啊，你要告诉他你的真实身份，这个才是。怎么又是你啊？真是阴魂不散。小赵，朱小姐现在已经不是我们公司的签约设计师了，以后让安保不要放她进来。好，送客。陆总，我真的错了，这个违约金我赔不起，求求你高抬贵手。朱小姐，你最好自己主动离开，不然一会儿安保过来，可不会这么好说话。哟，可真热闹啊！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你们先聊，我一会儿再来。一定是这个女的，是不是？你干什么？我知道她一直看不惯我，一定是她让你把我赶出公司的，对不对？这件事跟她没关系。朱小姐，你怎么不好反省一下自己呢？你有病啊！公司会跟你解约，完全是你自己的问题，在别人的化妆品里动手脚，没被警察抓走就已经算你幸运了，如今还在这血口喷人。如果不是你，公司一定会让我去参加比赛的。自从你来了，一切都变了，我凭什么呀？公司让你去参加珠宝设计比赛又有什么用？就算不是我打败你，也会有其他人打败你。与其把心思都花在这些地方，倒不如精进自己的专业。如果没有你，这次比赛一定是我的奖。凭什么？都是你害的！我要撕了你的嘴！谢婉欣，怎么是你？我明白了，原来一直是你俩联手起来欺骗我。就算暴露了又会怎么样？就算暴露，我也还是瑞娜，不是吗？是，你始终是瑞娜。但是如果我告诉媒体，陆氏集团老板和天才设计师瑞娜已婚，那大家都知道上次比赛的金奖你是怎么得来的？你在胡说八道什么？我和陆总隐婚？你少在这造谣！造谣！闭嘴！陆总，你干嘛？你放开我！瑞娜，你就没有什么话跟我说吗？陆总，我有什么事需要跟你汇报的吗？如果你只是因为朱韵然刚刚那番话的话，你大可不必计较，因为那只是他对我俩关系的揣测。好吧，或许你对我另一个形象
更加熟悉。陆浩辰，怎么会是你？难怪刚才追然会那么说。瑞娜，那你呢？你能跟我说说，你到底是谁吗？我就是谢万星。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之间就算扯平了。当然，如果你不接受，我们现在就可以举办离婚。现在民政局应该也还没有关门。你跟我离婚的？婉星，其实我自从在设计大赛看到你的作品过后，我就有所怀疑了。但是我一直以来也不太确定，我甚至还怀疑你当时的作品是找了个枪手去设计的，但我没想到你就是婉星。难怪你当时那么问我，你居然质疑我的设计能力。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当时就是，就是以为你，就是当时画那个设计稿的你就是婉星，我怕你的作品是被枪手公司给诓骗了，所以我，婉星，其实我也一直想找机会跟你坦白我的身份的，但是没想到在坦白前发生了这种事情，但也算是无心插柳。那你为什么决定不再骗我，要跟我坦白啊？其实这个问题也困扰我很久了。没错，我们认识第一天就扯了个证。我当时没有告诉你我的真实身份，但是因素有很多。从认识到现在，我们一起生活了这么久，我们一起工作，一起画草稿，一起吃，一起住，我们经历了那么多过后，我发现我不能再骗你了。我发现我们之间确实需要一个真诚的沟通，需要去坦白，所以我觉得我不能再瞒着你了。我发现我喜欢上你了。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我当然知道，婉星，对不起，但是我想借这个机会跟你争取一个机会，我想好好的追你，可以吗？你是谁？这话应该我问你吧。对了，我叫谢婉欣，你叫什么？我们证都领完了，你才问我叫什么名字？还好，对不起，我真的不是，你没事吧？不行不行，这是你的床，你是床。婉欣，婉欣，别怕了，有我在。看表现。啊？我说，想追我的话，看你表现。我一定会好好表现的。
麦总，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任务完成了吗？你就这么兴奋？你最好能保证这条消息能提起我的兴趣。放心吧，监听器呢已经装上去了。现在重要的不是这个。还记得我跟你说过陆浩辰已经结婚了吗？我知道是谁了。你不是说是一个公司普通的画手吗？有什么好惊讶的？他结婚的对象不是一个普通画手，是瑞娜。你说什么？你刚刚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我说，陆浩辰和瑞娜结婚了。不可能，不可能！你哪儿得来的消息？我亲眼所见的，瑞娜就是谢婉欣。我之前在陆浩辰家中见过她一次，他们俩早就领证了。今天我去陆浩辰的办公室，不小心把瑞娜头纱弄掉了，她真的是谢婉欣。行了，我知道了，你先出去吧，后边要怎么做我再通知你。怎么会这样呢？得来全不费功夫。陆浩辰，就算你跟瑞娜结婚了，又能怎么样？我照样拆散你们。今天的座谈会能够如此顺利，全靠陆少组织的好啊！是啊是啊，陆少年少有为，我等佩服得很呐。谬赞谬赞。怎么又是他？啊，不好意思各位，我还有事陪一下。瑞娜，我记得以前你在国外的时候最喜欢吃糖醋肉了，怎么现在？都过去那么多年了，我早就不喜欢了，而且我的习惯、口味都变了。行吧，那你想吃什么吗？我可以给你去拿。暂时不用了，这边没什么我喜欢的。二位这么开心，聊什么呢？我给你带了最喜欢的点心，尝尝看，怎么样？喜欢，这还是绿豆味道的。那边还有很多好吃的，我带你去。不好意思，白总，我们就先走了，早日再聊。按照我们原本的计划走，让他今天晚上联系我。陆浩辰，我看你还能得意多久？怎么松开了？啊，等一下，我有个东西想给你看。这个是你给我准备的？怎么样，喜欢吗？喜欢。那如果我想借这个契机跟你表白的话，你同意吗？我的肚子可能不太疼。那我们回家，我给你做好吃的。很不错嘛，现在厨艺大有长进。你要是喜欢吃的话，我天天都可以给你做不重样的。那就辛苦卢大厨了。不过你想吃的话，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什么条件？
你手上有葱的味道。不在外面搜索迷惑。心脏，你可慢点跳吧。怎么样？考虑清楚了吗？我告诉你啊，我给你开的价钱可不低，你想清楚，过了这个村儿，就没有这个店了。好，识物者为俊杰啊，没问题。你既然答应了我，我绝对不会亏待你。哎呦，我说某人真是艳福不浅，这不，今天有人给他送花了。好啦，别调侃我。哎，王星，我说，要不你就答应陆总，你说你俩多好的缘分啊！因为一场美丽的误会而领了结婚证。跟你说啊，对方有钱、有颜、有才，对你又温柔，天天送你花，还接送你上下班，你就别封心锁爱了啊！我就是想再考验考验他。你考验他什么呀？哦，难道你还在为他对你隐瞒身份的事情耿耿于怀？那倒也不是，我就是觉得现在失落之心还没有找到，不能就这样拒。哎呦，今晚我又得自己一个人吃饭了，见色忘友。你啊，好，那你在工作室等我，我现在过来接你。好。Yes。啊，小赵，今天我自己回去，你也早点回去休息。谢谢老板，约会顺利。奇怪，到底放哪儿了？谁在那儿？查监控可能有些困难。刚刚闯进来的那个人呢，应该对公司环境十分熟悉。他避开了所有的监控，他出入公司的大部分路径都是盲区。好的，我知道了。再去查一下公司所有进出口之外的监控，有消息立马跟我汇报。好。你说，把你办公室翻得一团糟，他到底是想找什么？还是说你有什么见不得光的生意，给别人洗钱啊？开什么玩笑？我们公司做的可都是正经生意。至于那个人到我办公室的目的是什么，现在还不得而知。最近还是小心些，敌人在暗，我们在明。好的，我知道了，谢谢谢小姐提醒。好的，我知道了，谢谢陆先生。你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也不知道那个窃听器装在那里多久了，万一你商业机密被泄露了怎么办？那个监听器是市面上的最新款，应该刚装上不久。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啊？你们这也太被动了。将计就计，我们就假装没有发现那个监听器，看看他们到底想怎么办。不过这件事情只有我们知道就好。这上个班也太难了，跟搞谍战一样。怎么样，是不是很刺激？这个份上了还有心思开玩笑呢？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嘛。
没事，你接吧，反正我们也不是男女朋友关系。你开免提，我不会吃醋的。喂，瑞娜，是我。哦，拜学长，你有什么事儿吗？你下午有空吗？我有重要的事情想要告诉你。下午啊，可以啊。好，那我们晚点见，还是老地方。嗯。晚点见，还是老地方。不无聊啊？没事，你去吧。我一个人在家里面，就随便吃点什么东西应付就得了。扣分。我说你再这样，我就给你扣分，你就永远别想转正了。不干了，不干了。不过你今天晚上还是早点回来。知道了。这是打开看一下吧，你会喜欢的。失落之心。我说吧，你会喜欢的。学长，你是在哪里找到的？我有一个朋友在黑市拍下了他。昨天呢，我去他们家参观藏品的时候，偶然间发现了失落之心。我知道他对你的重要性，所以我就把他带回来了。学长，真的谢谢你。这个多少钱？你出个价，我把钱转给你。瑞娜，我希望你能明白，我做这些所有的事情都是心甘情愿的，我不需要你报答我。学长，可是感谢的话就不用多说了，赶快把失落之心带回去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受损。其他的事情没什么了，我先走了。哦，对，账我已经付过了。失落之心，我终于找到你了，爷爷奶奶，我终于可以完成你们的遗愿。这是什么？不，这怎么可能？夺走失落之心，害我之人是陆氏集团陆振廷。一定是骗我的，对不对？爷爷的事怎么会跟陆家扯上关系？今我命不久矣，无力回天，不知能否再见到家人。昨将此事写下，藏于失落之心，安考之中。望这条字条有重见天日之时。真是造化弄人，我居然和杀害我爷爷的凶手的儿子在一起了。我自己来一下。你放心，我一定会对你负责的，我给你处理。戴总，人带来了，带进来。怎么样？事情处理的如何？我跟你说话呢，怎么了？你既要当婊子，还要立牌坊。你不要忘了，你是拿了我好处的。真是。你觉得你现在闭口不谈，就是有骨气的表现？你是在保护陆浩辰吗？笑话！你记住，这是我最后一次为你做事，从此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我一开始
派你去陆氏珠宝接触陆浩辰，是让你去当间谍的，你在那儿干出革命友谊了。不管我以什么样的方式进的陆氏，从此以后都不要再来找我了。这是陆氏珠宝下个月的产品策划，都在这儿。从此以后，你我再无关。陆浩辰，你千算万算都想不到小赵是我的人吧？现在我拿下了你下个月的竞标会的设计稿，只要我赶在你之前发表，那你半年的努力就付之东流了。等着吧。我回来了。婉欣，你睡了吗？奇怪，人呢？来了。等等，你来这儿干嘛？婉欣在你这儿吗？你自己老婆找不到，你跑来问我，自己先想想你们家做了什么缺德事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陆总，什么事？人事那边递了一封辞呈上来，您要不要先看看？人事那边的辞呈，他们自己处理就好，怎么还给我看？您还是看看吧。瑞娜，怎么会？婉欣，婉欣，你怎么搬出去了？婉欣，婉欣，我做错什么了吗？你什么都没做错，是一开始我就错。我们昨天还好好的，不是吗？别碰我！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吗？你想知道发生什么了吗？行，我现在就把所有话都跟你说明白。外面的人说的没错，我回国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找失落之心，而现在我找到他了，是拜学长帮我找到的。可是你现在对我这个态度，跟找到失落之心有什么关联吗？怎么会没有关联？失落之心里有一个秘密，而这个秘密是关于你的。当我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浑身僵硬了，身边凶手什么线索都没有留下，唯独失落之心不见了。那可是爷爷他生前最爱的东西。你刚刚说关于我的什么秘密？是什么？失落之心它并不是完整的，它的主食一直在我手里。我之前没有跟你说过，当我拿到失落之心，把它与主食结合了之后，触发了机关，机关打开，弹出了这张字条，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杀害我爷爷的凶手，这个人是你父亲陆振廷。怎么会这样？好了，该说的话我跟你说清楚，明天我们去把离婚办，从此以后别再见了。婉欣，陆总，明天王总约您见面，您看取消掉，统统取消掉。可是我说取消掉，没听见吗？好的，陆总。还有，明天谢小姐约您民政局去办离婚手续，您看要不要告诉她先取消？这件事不用你管。我喝酒了，去开车。好。怎么回事啊？又在想你吗？算了，不想了。阴阳两，
你这丢三落四的习惯能不能改一改？这已经是你这周第3次忘带钥匙。来了。你疯了！站好！我说你站好！我之前已经跟你说过了，以后不要再见面了。天色不早了，我让小张送你回去。我太急了，你再给我一次调查的机会好不好？我之前跟你说的很明白，有些事情不是解释清楚、调查清楚就可以算了的。我们好聚好散吧。好像，如果我爸当年真的做了那种事情，我一定不会再来纠缠你，我还会亲手把他送进监狱里。但是我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你不要这么快给我判死刑好不好？事实是怎么样还不够清楚吧？我说过，以后我们不要再见了。你回去吧，明天你就去见。老星，爸，脸色这么不好，怎么了？爸，这话应该我问您吧。怎么想起来问你爸的创业史呢？我最近就是有点好奇您的过往，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我认识的您，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您？到现在才想起了解我，不过也不甚晚。你爸爸是靠珠宝起的家，当年在海外拜了一位大师做学徒，只可惜那位大师现在已经去世了，要不然我一定会去好好的感谢感谢他。是吗？你不知道爸爸当年做学徒的时候有多努力。瑞典那个地方珠宝行业竞争激烈。瑞典，不是意大利吗？你这孩子，怎么连我到哪儿去留的学都忘了？你裴云阿姨才是到意大利留的学。什么？裴云阿姨也有在海外留学的经历？是啊。你裴云阿姨的师傅呢，也是一位珠宝设计大师，好像是姓谢，已经去世了。所以我们没有机会去拜访他。当时你裴云阿姨从意大利回来以后呢，还带回了一大笔资金。后面的事呢，你就知道了。事情真的会这么巧合吗？好的，爸，我知道了。哎，你这臭小子，你没说几句准备走，我还没说完呢。走吧。等等，王星，我想先带你去一个地方，好吗？陆总，约娜小姐，尝尝看，我最近刚淘的新茶，真的是太感谢你了，陆总。如果不是你投资了我们的融资，我们公司估计没办法撑到现在。只是今天不知二位来我府上是有什么事儿吗？是这样，刘太太，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我一直挺好奇，当初刘先生是在谁手上将《失落之心》拍下来的？为了这事儿这还不简单，我待会儿就引荐一下，你们二位见一下他。哎，王总，给您介绍一下。哎呀，还需要介绍吗？陆总，丽娜小姐，好久不见了。既然各位都认识，这谈事情就方便了。请坐。陆总，您看，这个当年将项链卖给我的人，不过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那把项链卖给你的人跟你说过这项链是从哪儿来的吗？当年谁都想一睹失落之心的真容，毕竟是珠宝巨匠谢大师的收官之别。这个将项链卖给我的人叫裴云，我也不知道他从哪里得来的失落之心，而且还是真品，我也就没细问，给了他一笔钱。我前几天问过我爸了，他从来没有去过意大利，他跟裴云结婚不过5年，也就是说，你爷爷遇害的时候，他们根本不认识。
难道说杀害我爷爷的凶手是裴云？可为什么失落之心的暗格里会有你父亲的名字？婉香，你不觉得整件事情特别蹊跷吗？当时宴会上，刘太太过于刁难你的时候，是拜尔生引荐我们坐下来商谈的，也是他把失落之心给你的。你的意思是，拜学长？我的意思，应该跟你想的一样。那我们去报警吧，把他们都绳之以法。不行，婉香，我们现在没有掌握足够的证据，唐突去报警，不仅不能把裴云抓起来，还可能会打草惊蛇。其实我现在有一个计划。什么计划？等下回家跟你说。婉香，你现在肯相信我了吧？对不起，之前是我错怪你了，还打了你一巴掌。现在还疼不疼？要不你现在再打我一巴掌？我觉得上次打的一点都不疼。不行，婉香，你搬回来好不好？我真的很想你。那你再顺便给我加几分呗，我想早点转正。现在转正吧。真的？真的吗？哎，小特助，你怎么在门口呢？奇怪，里面怎么了？瑞娜在闹辞职呢，我劝你还是别进去，以免祸殃于吃。还好，刚刚没进去。好啊，随便你。想要辞职的话，公司不会强留的。哎呀，陆浩辰，略施小计你们就吵成这样，你拿什么跟我拼？等你跟瑞娜离了婚以后，无论是他还是你们公司的市场份额就都是我的了。行啊，你这破公司谁愿意待啊？行，这可是你说的，滚！滚就滚！哦，累死我了。不过你说这样有用吗？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放个烟雾弹，多少会有用吧。不过想要把他们抓起来的话，还是需要相较完整的证据链。但是这一点我已经派人去跟进了。哦，对了，李爷爷那边你也放心。可是时间已经过去太久了，我不知道还有没有证据。这个你不用担心，意大利警察署那边的证据链还是相较完整的。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守口如瓶，除了你我之外，不要让别人知道。赵特助，你说我要现在进去吗？我劝你还是别了，现在刚刚吵完，估计正缺个出气筒呢。那还是算了，我可不想被扣年终奖。等会儿再画吧，先吃点水果休息一下。我总感觉这次设计稿好像差点什么。万一这次招投标会，我们要是没被选上怎么办？你可是瑞娜，要相信自己的作品。我就是担心嘛，这次准备的这么匆忙，而且参加竞标的公司这么多，要相信自己，这次招标会我们一定会中标的。浩辰，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你可是我老婆，我不对你好，对谁好？谢谢你。那既然要谢谢我，不得拿出点实际行动来。啊？那么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瑞娜设计师给我们讲解一下本次的设计。确实是不错呀，不愧是瑞娜，这次真的是稳了。是啊是啊，现在很少能见到这么有灵气的作品了。做得好。你快放手，待会儿被人看到了就不好了。我不放。
这次设计主题是闲云潭影日悠悠，所传达的设计理念是陆氏集团像太阳一样照耀着同行。好，很好。那么今天的会议暂时到这儿结束了。本次的招标会对我们来说特别重要，希望大家拿出200%的热情去做。再会。于叔，稍等一下。浩辰，怎么了？于叔，你继续说话。浩辰，你也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有什么话你就直说。我今天的来意你应该很清楚，还是为了裴云的事儿吧？不愧是于叔，你放心，无论发生什么，于叔是站在你这边的。那我就放心了。于叔，其他小股东的股票我已经回购的差不多了，现在就差于叔这边的支持了。于叔也到了快退休的年纪了，以后的陆氏就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了。我回去会让助理把股权租让书准备好的。谢谢于叔。其实为了今天呢，我们已经蛰伏了很久了，现在就等裴云露出马脚，然后再一击毙命。果然，这就是你的风格，你不会让于叔失望的。现在我最担心的就是你的人生大事了。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你们俩，果然还是逃不了于叔的慧眼啊。这是我妻子。好，从今天开始呢，你就是我们公司的设计师了。戴总，谢谢你替我偿还了这么多违约金，今后我一定给你当牛做马。那我就先出去了。棋子而已，还真感动起来了。哎呀，白总啊，求求你救救我！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白总啊，陆浩辰那个贱人，现在伙同其他股东把我赶出了公司。白总啊，我别无他法，只有来求你了。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你应该不是来求我帮忙的，你是怕转移公司资产的事情传出去吧？罢了，我说过，敌人的敌人呢就是朋友。那既然这样的话呢，我就帮你一把。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按兵不动，等我给陆氏最后一击以后，陆氏的股东就一定会对他失去信任。只是什么？只是陆氏抄袭的消息一旦传出去以后呢，势必会对陆氏造成很大的打击。你不在乎吗？我在乎陆氏的生活做什么？我只在乎我的利益会不会受损。白总，你只要保证我不离开陆氏，无论你怎么动手，我都是不会阻挡你的。人性啊！瑞娜，好久不见。陆先生，这次的招标会呢，希望我们以实力一较高下。希望如此。君子一向都是以实力较高低，但小人就不一定了。兵不厌诈。欢迎各位来参加这次招标会，2家公司将轮流上台竞稿，最后获胜的公司将会获得博览会的冠名权。下面让我们有请拜氏集团。怎么会这样？他的设计图和我们的设计版图一模一样，这就改了一点啊。我们这次的主题呢，就是闲云潭影日悠悠。我想表达理念呢，就是拜氏集团在珠宝行业像太阳一样照耀着其他同行。谢谢各位。你看，他连设计概念词都一样。瑞娜，待会儿的竞标怎么办？如果一模一样，会被判定为抄袭的。别担心，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哎呀，下面让我们有请陆氏珠宝。什么时候设计版图更换了？甚至这版的更加出彩。怎么会这样？潘总，怎么办？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这次我们的基础设计概念引用的是古诗《竹里馆》，所以在设计当中采用了大量森林的绿和明月的黄，两者交相辉映，体现出了不一样的风采。其实我们想向受众传达的是，珠宝在生活中的占比并不是最重的，而是我们鼓励大家去追寻生活中自然的情趣。谢谢。我要说两句了。瑞娜小姐这一次的设计概念跟我司一直想传达给大家的一个理念是相符的。我记得在招标会开始之前，拜先生跟我说了一句话：“论实力，争高丽。”我想问拜总，您做到了吗？你什么意思？我什么意思？拜总，您心里还不够清楚吗？为什么你此次参加招标会的作品跟我司之前的作品一模一样？陆总，你这是怕赢不了我们，污蔑我们公司是吗？好，把证据拿出来，不要血口喷人。我就是证据。陆总，我有话想对你说。一开始我会加入陆氏，就是拜尔生的手笔。他用我父母的安危来威胁我，让我不得不为他做事。但是我终究逃不过良心的谴责。几位，跟我们走一趟吧。哎，这件事不关我的事，你抓我干嘛？等一会儿，瑞娜，你怎么可以携手跟这个人一块这么对付我呀？他是杀害你爷爷凶手的儿子。他是不是杀害我爷爷凶手的儿子？学长，你难道不清楚吗？学长，你别再想把我当傻子一样骗。哎，你当我干什么？10年前，你拿着卖掉失落之心的几千万，你睡得安稳吗？你胡说，你血口喷人，大家不要相信他。我有没有胡说，你自己心里最清楚。当年你是我爷爷的学徒，他对你这么好，为了拿掉失落之心，你居然杀了他，你还有没有良心？你是他的孙女，你现在才知道会不会太晚了？把他带走。瑞娜，我做这一切我都是为了你。瑞娜，我喜欢你。你喜欢我？你喜欢我？就是让他偷我的图纸。你喜欢我，就是误导我，不让我找到我爷爷被杀的凶手。你这见鬼的喜欢，我不需要。哎，等会儿，不是，他偷的。我宣布，这一次的招标获得者是陆氏珠宝。刚刚发生了一些小插曲啊，不过没关系，咱们回到主题。今天能拿到这个招标会的头牌，我们很开心。在此呢，首先很感谢大家的支持，感谢大家对我们公司瑞娜设计师的作品的认可，特别感谢。其实，在这样一个特别的场合，我特别想感谢一个人。我想感谢的这个人呢，其实就在我身边。瑞娜小姐，我的妻子。谢谢你。其实，瑞娜除了叫瑞娜这个名字之外呢，还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大家想知道吗？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妻子谢婉欣。